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时，沛郡丰县的主力院萧何凭借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已在心中悄然筹谋天下大事。作为后来被刘邦盛赞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开国元勋，萧何没有韩信连100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奇谋妙策，却以其沉稳务实的行政才能、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成为了大汉王朝从草莽崛起至一统天下的定盘星。他收集秦廷图籍，借此洞悉天下形胜，坐镇关中，全力稳固后方根基，制定9章律，确立治国范式。终其一生的公亲实践，完美诠释了功在社稷，利在千秋的深刻内涵。这位从秦朝小吏成长为西汉开国丞相的政治家，不仅见证了一个旧王朝的崩塌，更亲手搭建了一个新王朝的制度骨架。其一生的轨迹，恰是大汉王朝初年兴衰荣辱的缩影。萧何出生于沛郡丰县，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在秦朝时，他因文采出众，熟知法律，担任沛县主力院一职。这个职位使他得以深入了解秦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也锻炼了他的行政能力。在沛县任职期间，萧何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公正的处事态度。他对法令条文的精通，让他在处理政务时得心应手，无论是案件的审理还是公文的处理，都能做到条理清晰、公正无私，因此在沛县的官场中逐渐崭露头角。在刘邦尚且是一介平民时，时任沛县小吏的萧何就与他相识。后来萧何成为沛县主力院，多次凭借职位之便，巧妙地帮助刘邦化解危机。他看到了刘邦身上潜藏的领袖气质和豁达胸怀，认定此人日后必有一番作为。刘邦当上亭长后，萧何对他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两人的情谊在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加深，为日后刘邦起义，萧何全力辅佐埋下了伏笔。在秦朝末年，秦朝御史到泗水郡督察工作。在与萧何共事的过程中，御史对萧何的才能大为赞赏。萧何处理事务时的有条不紊，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应对自如，让御史深感其能力远超常人。于是御史向朝廷提议征召萧何入朝为官，这对当时的萧何来说，无疑是一个飞黄腾达的绝佳机会。然而萧何却再三推辞。他深知秦朝统治已日益腐朽，朝廷内部黑暗，危机四伏。入朝为官看似荣耀，实则可能陷入无尽的政治漩涡之中。他更愿意留在沛县，与刘邦等志同道合之人共同等待时机。就这样，萧何放弃了入朝的机会，继续在沛县默默耕耘，同时密切关注着天下局势的变化。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的烽火。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各地饱受秦朝苛政之苦的百姓纷纷响应，反秦义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沛县县令见此情形，心中惶恐不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在萧何和曹参的建议下，决定召回已经起兵的刘邦，借助刘邦的力量来稳定沛县局势。然而当刘邦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沛县城下时，县令却突然反悔。他害怕刘邦入城后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下令关闭城门，拒绝刘邦入城，并且还企图诛杀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得知县令的险恶意图后，连夜越城而出，投奔刘邦。刘邦见二人前来，十分高兴，三人商议后，
决定智取沛县。刘邦写了一封书信，用箭射入城中，向沛县百姓陈说利害关系。信中指出，县令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百姓死活，如今天下皆反秦，沛县百姓若继续跟随县令，必将陷入危险境地。沛县百姓对县令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在看到刘邦的书信后，纷纷响应。他们发动起义，杀死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入城。刘邦入城后，在萧何、曹参等人的支持下，被推举为沛公，正式宣布起义。萧何被任命为县丞，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协助刘邦收拢沛县子弟，很快便组建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成为了刘邦日后争夺天下的重要基础。在随后的战斗中，萧何始终紧跟刘邦，为其出谋划策，协调各方事务。他不仅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确保粮草供应充足，还积极招募人才，为刘邦的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在反秦斗争中崭露头角。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秦朝都城咸阳。咸阳城内宫殿巍峨，珍宝无数，士兵们被眼前的财富所吸引，纷纷涌入宫殿和府库，争抢金帛财物。然而，萧何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深知这些金银财宝不过是一时之利，而真正对刘邦争夺天下至关重要的是那些记录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信息的文书档案。于是他独自一人率先冲入秦朝丞相府和御史府，将这里收藏的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珍贵资料全部收集起来，妥善保管。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天下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社会状况等重要信息，为刘邦日后制定政策、规划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正是因为萧何的这一远见卓识，刘邦在与其他诸侯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能够知己知彼，占据先机。秦朝灭亡后，项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对各路诸侯进行分封。他为了限制刘邦的发展，将刘邦封为汉王，封地在偏远的汉中地区，同时派章邯、司马欣、董翳等3位秦朝降将镇守关中，防备刘邦东进。刘邦对项羽的分封极为不满，认为自己在反秦战争中功劳赫赫，却被封到如此偏远之地，心中愤愤不平。萧何深知此时刘邦的实力远不及项羽，他急忙劝谏刘邦，向他分析当前的形势。萧何指出，汉中之地的巴、蜀、汉中3郡，虽然地处偏远，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刘邦可以利用汉中的有利条件，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同时，巴蜀地区也在附近，这里资源丰富，可以为刘邦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收复3秦地区，进而争夺天下。刘邦听了萧何的分析后，决定听从建议，前往汉中称王，并任命萧何为丞相，将治理汉中的重任托付给了他。此时的汉中百废待兴，萧何深知责任重大，遂迅速投身到治理工作中。萧何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国才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和经济发展的政策。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汉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同时，他还积极发展商业，减轻赋税，
吸引了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促进了汉中地区的经济繁荣。在萧何的精心治理下，汉中地区逐渐成为了刘邦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为他日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然而，刘邦的军队中许多士兵本就来自东方，初到汉中，既难适应当地偏远闭塞的环境，又因刘邦被封汉王之时，心生前途渺茫之感，思乡情绪日渐浓烈，逃亡的士兵与日俱增。看着军队人心涣散，刘邦虽满心忧虑，却始终想不出应对之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士气一天天低落。就在这人心浮动的关头，连萧何也突然不见了踪影。原来当时韩信正因在刘邦麾下未获重用，也随着逃兵离开了军营。萧何得知韩信逃走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深知韩信绝非寻常将领，其军事才能堪称国士无双，若就此放走，不仅是刘邦的重大损失，更可能为日后留下祸患。情急之下，萧何来不及向刘邦禀报，便亲自骑马追了出去，一路循着韩信的踪迹追赶，直到2天后才将韩信劝回。刘邦起初以为萧何也弃他而去，又急又怒，待看到萧何带着韩信归来，才稍稍平复，但仍不解为何萧何要为一个逃兵如此大费周章。面对刘邦的疑问，萧何郑重进言，那些逃走的将领，日后再找不难，可韩信这样的人才，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他接着向刘邦细述自己多次与韩信交谈的经历，从兵法谋略到天下局势，韩信的见解远超常人，既有洞察战局的敏锐眼光，又有统筹全军的指挥潜力。若能重用韩信，不仅能整顿眼下涣散的军队，更能凭借其才能实现东晋争夺天下的大业。刘邦虽仍对韩信心存疑虑，觉得一个此前默默无闻的人未必有这般本事，但他素来信任萧何的识人眼光，又听萧何言辞恳切，反复强调韩信的不可替代性，最终决定放下疑虑，采纳萧何的建议。为表对韩信的重视，刘邦还按照萧何的提议，选择吉日搭建高坛，以隆重的仪式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将全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尽数交于他。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与坚持没有错。韩信上任后，立刻着手整顿军队，他严明军纪，优化阵法，根据士兵的特长重新编排队伍，短短数月便让汉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此后，无论是还定三秦的迅捷，背水一战的奇绝，还是垓下合围项羽的决胜，韩信总能以精准的战略判断和出色的指挥能力带领汉军屡战屡胜，为汉朝最终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萧何连夜追回韩信的那一次力挽狂澜。公元前205年，刘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攻打项羽。他留下萧何镇守关中，治理岳阳（今陕西临潼东北），侍奉太子刘盈。萧何在关中地区继续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制定律令法规，建立宗庙、社稷等国家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还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为前线的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和兵员支持。在刘邦与项羽的战争中，刘邦的军队多次遭受挫折，损失惨重，但每次在关键时刻，萧何都能从关中及时征调士兵，补充军队的缺额，同时通过水路将大量的粮草运往前线，确保了军队的后勤供应。刘邦对萧何的工作十分满意，将关中的所有事务都放心地交给萧何处理，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与项羽的战争中。公元前204年，项羽与刘邦在荆所之间对峙。
刘邦在前线作战，时常挂念后方的情况，担心萧何会因为权力过大而产生异心。于是他多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萧何。萧何对刘邦的心思浑然不觉，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使者，并详细汇报关中的情况。然而有个名叫鲍生的人却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风餐露宿，与项羽苦战，却多次派遣使者回来慰劳您，这并非仅仅是出于对您的关心，而是对您有所怀疑啊。为您着想，不如将您的子孙兄弟中能够打仗的人全部派到军中去效力，这样一来，汉王一定会更加信任您。萧何听后恍然大悟，他立刻听从了鲍生的建议，将自己的子孙兄弟数十人都送到了刘邦的军中。刘邦得知后十分高兴，对萧何的疑虑也顿时消除。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之战中彻底击败项羽，结束了长达4年的楚汉之争，建立汉朝，登基称帝，史称汉高祖。楚汉之争落幕，天下虽归刘氏，但历经8年战乱，土地荒芜，百姓流离，急需稳定秩序，恢复生产。此时刘邦论功行赏，不仅是对功臣的回报，更暗含选拔治国人才的考量。而萧何的后方之功在此刻愈发凸显。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为显赫，于是封他为赞侯，赏赐给他的10亿是最多的。然而刘邦的这一决定却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满，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身披战甲，手执兵器，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攻城略地，夺取城池，都立下了大小不等的战功。而萧何只不过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从未亲自上过战场杀敌，只是在后方发号施令，处理一些政务，如今封赏却在他们之上，实在难以服众。刘邦听了功臣们的抱怨后，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问他们，你们知道猎人和猎狗吗？功臣们都感到十分奇怪，但还是回答说知道。刘邦接着说，打猎的时候，追逐咬杀野兽的是猎狗，但是发现野兽踪迹，只是猎狗去追捕的却是猎人。如今你们诸位只是能捉到野兽罢了，功劳如同猎狗，而萧何他能发现野兽的踪迹，指示方向，功劳如同猎人。况且你们大多只是自己一个人追随我，最多不过是一家2、3个人跟随我，而萧何则是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追随我，这样的功劳怎么能忘记呢？功臣们听了刘邦的这番话后，都觉得十分有理，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了。列侯封赏既定，接下来便是评定功臣位次。群臣几乎一致认为，平阳侯曹参在战场上身受70余处创伤，常年攻城夺地，战功最为显赫，理应排在首位。刘邦此前虽已在封赏上格外优待萧何，心中却仍希望将萧何列为第一，只是未便直言。就在此时，关内侯鄂千秋站出来进言，群臣的看法有误。曹参的攻城略地不过是一时之功，而萧何的功绩却是支撑汉室的万世根基。陛下与楚军相持4年，军队多次溃散，士兵逃亡，陛下也曾数次身陷险境，使萧何总能在关中主动征集兵员，在最危急时送来数万援军。汉军在荥阳对峙数年，军粮断绝之际，是萧何从关中水路运粮，从未让前线缺粮。即便陛下多次失去崤山以东的土地，萧何也始终保全关中作为根基。如今就算没有上百个曹参，汉室仍能存续，可若没有萧何稳固后方，基业早已倾覆。一时之功怎能凌驾于万世功勋之上？
理应将萧何排在第一位，曹参次之。刘邦听后大喜，当即采纳鄂千秋的建议，定萧何为功臣第一，还特别恩准他带剑穿鞋上殿，上朝时无需遵循小步快走的礼仪。刘邦还说，我曾经听说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等的奖赏。萧何的功劳虽然很高，但经过鄂千秋的表彰就更加显著了。于是刘邦又按照鄂千秋原来受封的关内侯10邑，再加封他为安平侯。同一天，萧何父子兄弟等10多人都被封了10邑。刘邦还特意给萧何追加2000户10邑，这源于早年的一段旧情。当年刘邦赴咸阳扶摇一时，沛县小吏们都送300钱做路费，唯独萧何多送了200钱。刘邦称帝后仍记挂此事，借此次封赏补上这份旧恩。萧何凭借自己的卓越贡献，成为了汉朝开国功臣中最为荣耀的一位，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汉朝初立，天下虽暂得平定，可内部实则暗流涌动。诸多异姓诸侯王手握重兵，宛如盘踞各地的猛虎，时刻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其中，淮阴侯韩信凭借卓越军事才能，在楚汉战争期间大放异彩，立下赫赫战功，先被刘邦封为齐王，后又改封楚王，势力愈发壮大，其军事成就斐然。然而，这也逐渐引发了刘邦深深的猜忌与不安。公元前197年，陈豨于巨鹿郡悍然发动叛乱，刘邦随即亲自率军前往邯郸平叛。在此期间，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称并未跟随刘邦出征，却暗中遣人与陈豨联络，企图在关中起兵响应。但对于韩信此举是否真的意在谋反，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从当时的局势以及后续种种迹象来看，韩信确实有不臣之心，想要趁乱谋取更大权力，颠覆现有政权。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指出，韩信此前曾拒绝诸多自立为王、割据一方的机会，对刘邦也曾表露出忠心。此次所谓谋反，或许是被人诬陷，或是因刘邦的过度猜忌，导致韩信陷入绝境，其行为更多是自保之举，并非真正意图谋反。当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知了他的这一计划，出于义愤，该门客向吕后告发了此事。吕后听闻，大为震惊，急忙与萧何商议应对之策。萧何深知韩信军事才能卓越，倘若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局势将彻底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思索出一条计策。萧何假传消息，宣称刘邦已然平定陈豨叛乱，如今群臣都需进宫向吕后道贺。韩信称病多日，本无意进宫。萧何知晓后，亲自前往韩信府邸劝说。他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即便韩信身体不适，在此等重大场合，也应勉强支撑前去道贺，以免遭人非议，落下把柄。韩信对萧何极为信任，见他亲自前来，心中虽略有疑虑，但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便跟随萧何进宫。可刚踏入宫中，韩信就被吕后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当场擒获。在长乐宫的玄中室内，韩信惨遭杀害。紧接着，吕后又下令将韩信的父母妻3族全部处死。一代名将韩信就这样命丧于萧何的计策之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典故的由来。萧何助力刘邦除去韩信这一心头大患，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朝统治。但对于萧何而言，
他内心极为复杂痛苦。他与韩信之间，既有当初举荐的知遇之恩，又因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立场，陷入两难抉择。在封建王朝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萧何不得不做出这样艰难的选择，以维护汉朝的稳定，同时也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不过，后世也有观点认为，萧何此举虽从王朝大局出发，但也难掩政治斗争中无奈与残酷的一面。他与韩信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成为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不已，不断引发后人探讨与争议的故事。起初，刘邦听闻韩信谋反被杀，心中虽对韩信的覆灭感到一丝宽慰，但对萧何参与此事也难免心生猜忌。然而，在看到萧何后续一系列毫无二心的表现后，刘邦逐渐放下疑虑，转而对萧何的忠诚和能力有了更深的认可。为了表彰萧何的功劳，他拜萧何为相国，加封5000户，并下令赏赐500名士兵，1名都尉，专门保卫相国的安全。许多人都前来向萧何道贺，认为他得到了皇帝的极大恩宠。然而，萧何的门客赵平却看出了其中的危机。赵平原本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灭亡后沦为平民，以种瓜为生。他对萧何说：“您的祸患就要来了。皇上在外征战，风餐露宿，而您留守在朝中，没有经历战争的危险，却反而增加封邑，设置卫队。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刚造反，皇上对您也产生了怀疑。设置卫队保护您，并非是宠信您，而是对您有所防备。希望您能不接受封赏，将自己的私财全部捐出资助军队，这样皇上心里才会高兴。”萧何听了赵平的话后，心中一惊，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听从了赵平的建议，谢绝了刘邦的封赏，并将自己的全部家财都捐了出来，用于资助军队。刘邦得知后，果然十分高兴，对萧何的疑虑也减少了许多。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发动叛乱，刘邦再次亲自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在出征期间，刘邦对后方的情况十分关注，多次派人询问萧何在做什么。此时的萧何依然像往常一样，在后方尽心尽力地安抚百姓，将自己的家财全部捐助给军队，全力支持刘邦的平叛行动。然而，萧何的一位门客却对他说：“您离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现在高居相国之位，功劳排在第1位，已经无法再增加了。自从您进入关中以来，深得民心，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百姓们都亲近依附您，而您仍然兢兢业业地做事，与百姓关系融洽，受到百姓的爱戴。皇上之所以多次派人询问您的情况，是担心您在关中的威望太高，会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现在您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地，采用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只有这样，皇上才会安心。”萧何听后，虽对自毁名声心存不忍，他一生以安民为念，如今却要刻意损害百姓利益，但转念想到，若因深得民心遭刘邦猜忌，不仅自身难保，连关中的稳定也可能动摇。最终，他选择以个人名节换家国安稳，采纳了门客的建议。于是，萧何开始大量购买田地，并且故意压低价格，还向百姓赊借钱财，做出一副贪婪自私的样子。百姓们对萧何的行为十分不满，议论纷纷。刘邦在前线得知这些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他认为萧何这样做，说明他没有野心，不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当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后，班师回朝，途中有百姓拦路告状，说萧何强买
欺压百姓。刘邦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将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让他自己去处理。萧何趁机向刘邦请求，让百姓进入上林苑开垦荒地。上林苑是皇家的园林，面积广阔，却大多闲置未用。萧何认为，让百姓开垦上林苑，这样一来，既能让百姓有地可种，增加粮食产量，又能让上林苑得到充分利用，不至于荒废。刘邦听了萧何的请求后，却勃然大怒。他认为萧何一定是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才会为百姓求情，打他上林苑的主意。于是刘邦下令将萧何逮捕，关进了监狱。萧何被关进监狱后，朝中许多大臣都为他求情，他们纷纷向刘邦进言，指出萧何自跟随刘邦起义以来，忠心耿耿，为汉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他不过是为百姓说了一句话，就被关进监狱，实在是不公正。刘邦听了大臣们的话后，心中也有所触动。他回想起萧何多年来的种种功绩，经过深思熟虑，刘邦最终决定释放萧何。萧何出狱后，深知帝王猜忌如影随形，即便自己已用自污名节消解了刘邦的疑虑，却仍不敢有半分松懈。他愈发谨慎地侍奉刘邦，对朝政事务既尽心处置，又刻意收敛锋芒，凡涉及重大决策，必反复奏请刘邦定夺。面对赏赐与恩宠，也始终保持谦卑姿态，唯恐再次触碰权力的红线。这份清醒让他在刘邦晚年愈发复杂的朝堂氛围中得以保全自身与家族。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后不久，因箭伤复发，病逝于长乐宫。太子刘盈遵诏依诏即位，是为汉惠帝。新帝年幼，朝政多依赖开国老臣，萧何作为先帝倚重的汉初三杰之一，自然成为汉惠帝最为信赖的辅政大臣。此时的萧何虽已年迈，且因常年操劳积下病根，却仍以国事为重。他一面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安抚经历战乱的百姓，一面梳理秦朝遗留的制度典籍，完善九章律的细节，为新朝的稳定运转筑牢根基。在他看来，辅佐新帝稳固江山，既是对刘邦知遇之恩的回报，更是自己作为开国丞相的责任。然而，常年的政务操劳终究拖垮了萧何的身体。公元前193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卧床不起，连日常政务都难以处理。汉惠帝得知消息后，十分忧心，多次亲自前往相府探望。看到病榻上气息微弱、面容憔悴的萧何，年轻的帝王不禁动容。他俯身坐在榻边，轻声问道：“丞相若有不测，100年之后，谁可代君者？”此时的萧何虽已极度虚弱，但神志依然清明。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尽力气说道：“知沉默如主。”这句话既是对君王的尊重，更是对继任者人选的慎重。惠帝沉吟片刻，试探着问：“曹参何如？”听到这个名字，萧何用尽最后的气力说道：“陛下找到合适的人，我死而无憾了。”这一刻，寝殿内静默无声。惠帝深知萧何与曹参素来政见不合，常有分歧。也正因如此，老丞相这超越个人恩怨的举荐，更显出其以天下为重的胸襟。看着病榻上气若游丝却仍心系社稷的老臣，惠帝郑重承诺：“朕必重用曹参，不负丞相所托。”不久之后，萧何与世长辞，享年64岁。消息传出，整个汉朝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关中百姓自发聚集在街头，
感念他镇守后方时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的恩德，朝堂上的大臣们追忆他开国建制、举荐贤能的功绩，纷纷上书请求为其厚葬。汉惠帝感念萧何一生辅佐刘氏，奠基大汉的辛劳，亲自主持葬礼，以开国元勋的最高规格将他安葬，并追谥其为文忠侯，文字表彰他治律历典、安定民生的文治之功，忠字赞叹他鞠躬尽瘁、善始善终的一生。这一字一事，恰是对他毕生功业最精准的注解。当我们站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尽头，回望萧何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人格图谱远比开国功臣4个字更加复杂深邃。这位出身沛县的小吏，最终能成为大汉王朝的制度奠基者，靠的不仅是非凡的行政才能，更是一种深谙历史脉动的智慧。萧何最令人叹服的是，他始终把握着变与不变的平衡艺术。当年攻入咸阳时，诸将争抢金银财宝，唯独他收取秦朝律令图籍。这一举动看似平常，实则展现了他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他明白，制度文明的重要性远胜于一时的财富积累。后来他主持制定9章律，既保留了秦法的系统性，又革除了其严苛性，这种改革智慧至今仍令人赞叹。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萧何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罕见的平衡智慧。他既不像韩信那样功高震主而不知自保，也不像张良那样飘然援引追求出世。他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既全力以赴辅佐刘邦成就大业，又时刻保持对权力陷阱的警惕。从宋子弟从军到自污名节，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是一个深谙政治本质者的生存智慧。司马迁用谨守管乐4个字，恰如其分地勾勒出这位丞相在权力场中的精准站位。然而萧何绝非没有争议。诛韩信一事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这究竟是为了王朝稳定的不得已之举，还是为保权位的妥协？或许真相介于两者之间。在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矛盾中，萧何选择了维护新建王朝的统一大局。这种选择既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现实主义，也暴露了权力游戏的残酷本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进退与国家利益之间，他始终将后者置于更高位置。举荐曹参继任就是明证，这种以国事为重的胸怀，使他超越了寻常的权臣格局。历代对萧何的评价呈现出有趣的时代特征。司马迁在《史记》中赞其位冠群臣，声势后世，但也不会言其自污名节的无奈。班固在《汉书》中称其为一代之宗臣，特别强调其制度创新精神。唐代司马真评价其收秦律令，规模宏远，点明了萧何对中华法系的奠基作用。宋明时期，随着理学兴起，对萧何的评价也加入了道德维度。朱熹一方面肯定其开国功绩，另一方面也对其参与诛韩信一事表示不得已而为之，非尽善也。清代王夫之的评价尤为深刻，指出萧何的政治智慧源于深远的历史眼光。近代学者吕思勉则从制度史角度评价，认为汉承秦制，实赖萧何损益得宜，强调其在制度传承与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萧何的遗产远不止于未央宫的巍峨殿宇，他真正的不朽功绩在于为汉朝奠定了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开创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协调的治理模式，建立了律令制度与行政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些制度创新不仅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图景，
更深刻影响了此后2000年的中国政治文明。公元前193年，当萧何走完64年的人生历程时，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典章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家的典范，既有理想主义的追求，又不失现实主义的智慧，既能开创局面，又懂得守成之道，既建立了布氏功业，又保全了身家名节。在历史的天平上，萧何或许没有韩信的军事天才，没有张良的谋略神秘，但他那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建设性智慧，恰恰是维系一个王朝长治久安最需要的力量。未央宫的夕阳依旧映照着萧何当年主持修建的宫阙，而他真正的纪念碑早已镌刻在中国政治文明的基因密码之中，后世历代贤相无不以萧规曹随为治国理政的至高境界，这便是对这位汉代第一功臣最永恒的礼赞。